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1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2.73，收盘价是248.50，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8.47。最低价是在246.18，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2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154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呢，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是继续合拢，在零轴的上方继续出现较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些指标。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那在7月1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止跌信号后的，也就是止跌反弹后的回档中。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呢，它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呢，股价开盘即出现了反弹，然后上方是在258附近遇到了压力，然后股价是一路向下。那最后收盘价呢是收在当日 K 线的底部，那生成了一根我们说叫倒垂线。那么倒垂线我们会看到在7月15日生成的也是一根倒垂线。那么倒垂线在相对高的位置呢，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过程当中是遇到了压力。那么我们会关注到这根倒垂线呢，它的收盘价是又跌破了5日均线值，然后呢成交量是量缩。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这样的一个价跌，然后量缩，再出现倒垂线，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很容易会出现一根补量的下跌。那么也就是说，很容易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那么它的目标就是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233。好，那么我们说股价目前有没有反弹的可能？那出现倒垂线之后，反弹的可能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的收盘价不能跌破这根倒垂线的最低，也就是246。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根倒垂线最低它也是7月16日这根蜻蜓线的最低。那我们在前一次视讯当中提到过，7月15日和7月16日这两根 K 线一个是含有长上影线，一个是含有长下影线，它们的最高和最低构成了今后股价要突破的位置，对，是形成了重要标志，即跌破最低将会开启下行，站上他们的最高265，股价将会上行。那么我们说这根倒垂线的最低和蜻蜓线的最低是相接近的。所以我们说股价反弹的条件就是次日收盘价不能低于它，或者是在盘中股价不低于前低，那么我们说股价才有可能出现反弹的走势。那我们也会看到在7月1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它的最高和最低都在蜻蜓线的范围内，说明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在接下来这样的一个交易日出现的是一个横盘向下，并没有选择突破这个蜻蜓线。所以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倒垂线和蜻蜓线的最低246。
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7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的两个预测呢是并列的，也就是它取决于开盘。如果是高开盘，那么我们说股价收盘价会收在260附近。那么如果是低开盘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我们给了两个点位，分别是248和245两个点位。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实际在7月17日收盘价是在248.50，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后的一个回档。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走势也是完全相同，就是上方在258附近是遇到的压力，同时收盘价的性质也是相同的，就是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好，那这是我们对前一期视讯对的一个预测信息的复盘。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很容易出现一根补量的下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对于7月1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233。那么它的支撑位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蜻蜓线和这根倒垂线的最低246。这个是目前股价下行唯一的一个我们说叫支撑位。好，那一旦233被跌破呢，那我们说将会确认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因为现在目前上方是有头低的，下方还缺少底低，所以说跌破了这个位置呢，股价将会确认这样一个空头趋势。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77，那么在到达177之前，股价的支撑是20日均线值，在7月18日我们测算是到达了226到227之间，还有一个支撑位就是这个缺口，实际上还有这条下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在217附近。好，那这是到达177之前的支撑。那177这个位置被跌破呢，我们说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8。对，跌破168就是要瓦解自4月22日以来的这一波多头趋势，上方有头高，下方有底高，所以跌破这个位置就是要瓦解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那么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收复这一波涨幅，就是139。好，那这是股价的下行。目前我们说对于股价的下行呢，我们先是要看233，因为我们说这个倒垂线和蜻蜓线是一个标志。那如果跌破了246我们说下方股价在233这个位置还是有支撑的，也就是如果股价要维持目前的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我们认为股价是不会跌破233的，因为20日均线值即将上来。对，所以说如果在这个地方不是急剧的下跌，出现横盘，那么我们认为233将成为日后股价横盘的一个区域。对，好，这是我们说的下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的目标现在也依然不变，因为这是股价是在271出现这个高点之后是处于一个震荡的状态。那上行的目标依然是要站上第一个目标是271，站上它将会我们叫回后上涨。那么我们说股价将会开启一波新的上涨的行情，因为这样一个回后上涨站上前高一定会有更就是一波涨幅。对，好，那么在到达271之前，目前很明确，
我们会看到蜻蜓线和这个倒垂线最高258，还有这根也就是7月15日这根倒垂线最高265，这两个位置将成为股价上行的压力。同时啊，我们说现在股价已经跌破了5日均线值，那目前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啊，它也将会成为压力。所以这样看来啊，我们说上方的压力还是不少的。对，好，那么271如果被站上，将会继续多头趋势。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99， 299是一个更强的压力，它也处在300关口。站上它，我们把图缩小之后会看到，站上300关口这个位置啊，那也就收复了自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这一波空头趋势50%的成本线，基本是在这个位置，所以占50%成本线啊，基本是一个强压力。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的话呢，那么我们说股价将会继续上行，那么目标一定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我们说的是目标，不是股价能够到达那个位置。好，那299之后就是第3个目标，就是314，它仅仅是一个压力位。好，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那在7月18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之前我们给出的是258，也就是股价如果不能够站上蜻蜓线最高，将会出现回档，实际出现了这样的走势。那么到了7月18日，我们要关注这根蜻蜓线和倒垂线的最低，也就是246。好，当然关注它的原因，我们其实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了，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很容易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也就是股价如果在前低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下行的走势。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能够维持在246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反弹的走势，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55%的多头仓位，最后一次加仓是在7月9日收盘价，然后这个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14附近。之前我们在7月11日和7月15日的收盘价分别给出了停利的操作建议。那么如果在这两个位置没有停利出场，我们说股价目前这个仓位是会继续持有的。那到了7月17日收盘价在248.50这个位置，我们将会再次给出停利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那么股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所以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停利出场的。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好，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停利出场，那肯定在技术上我们是不会给出加仓建议的，所以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也不可以进场抢反弹。好，那如果我在这个位置说我们继续想持有这个仓位，我们不停利出场，我们等待股价回档可能会上涨，我们继续加仓。那么继续持有这个仓位呢，我们说接下来的一个停利的位置就是到了7月18日，我们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233，也就是跌破了233，应该是停利出场。我们给出的止损的位置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是在226到227附近。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很明确，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从258、265、271这3个位置。当然，其实我们说现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已经在我们股价的上方了，所以说呢，其实从
目前248.50一直到上方的271，这都是有空头力量的进入的，因为连续出现这样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2根倒垂线，也就是一旦出现反弹，股价就会被压回；一旦反弹，股价被压回，那这给空头建立了一定的信心。所以我们说在7月18日开盘之后，很有可能会有大量的空单进入，对，所以空头的要守的位置是从248.5一直到上方的271，那他们的目标就是233和20日均线值，20均线值在226附近。好，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1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我们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我们分别来说一下。5日均线值是从248到251，虽然呢它比现在的收盘价低，但是我们把它放在压力位这个位置。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50到253，在这个区域。所以呢我们把它合并，就是第一个压力位是从248到253，在这个区域，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第二个压力位是258前高，第三个压力位是265，第四个压力位是271。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246，然后是233，接下来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第三个支撑位是从226到227之间，第四个支撑是这根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在217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甚至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9，下方最低会到达236，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37附近。如果最低到达235，如果最低到达232，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35附近。那出现这样下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行。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6，最高上方会到达256，然后收盘会收在252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那么第二个可能这样的反弹呢，我们认为会继续出现一根量缩的在这个地方一根横盘的 K 线。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